嗨，大家好，我是 Julian 老师，好，我是 Jessie。欢迎再次回到我们和孩子谈钱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是2021年的5月30号，也是我们第2集的节目。那目前我们台湾的这个3级防疫警戒呢还在持续中所以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尽量少出门，避免群聚。那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呢，也记得要戴好口罩然后呢尽可能的勤洗手，那最好呢一个随身携带酒精来消毒。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早日的防疫成功。好，那上一集的主题我们讨论的是复利其实原本呢还有点担心大家的反应不知道怎么样，结果呢没想到意外的收到一些朋友的回应跟鼓励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所以呢也在这边呢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其实就是我们的节目的名称。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跟孩子来谈钱，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其实就是钱。钱是什么呢？Jessie 你觉得钱是什么？买东西交易的一个物品。买东西交易的工具，对不对？那多多呢 ？Ian 你觉得钱是什么？买 Switch。那你知道其实我们古时候的钱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吗？多多 Ian 你知道吗？贝壳。贝壳，对其实古时候的钱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老祖先用的是贝壳然后呢后来才有了所谓的金属金属的这些钱正式的名称又叫做货币例如说有金币啊、银两啊、铜币啊，然后呢后来才又有这个所谓的纸币就是纸钞的发明，然后一直流传到现在那现在又有更多啦，例如说信用卡，我们爸爸妈妈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常常用刷卡，甚至于呢有了这个手机之后连刷卡都不用了有很多所谓的行动支付的这个 APP。那还有甚至于像这几年更新更流行的就是所谓的虚拟货币像比特币啊、以太币啊这些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钱的简单的历史跟发展。好，那让我们回想一下那如果是在那个连贝壳都还没有发明之前的时代的时候，那大家要怎么买东西？对，我们可不可以请 Jessie 跟我们分享一下，想象一下穿越时空回到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古老的我们老祖先的时代如果连钱都没有，那要怎么买东西？你们觉得呢？就是他们在很久以前是用东西换东西，就是假如有一个猎人跟一个农夫，然后猎人就是每天要去打猎，抓到动物才能吃东西，然后农夫呢是要种东西才能有收成才有吃的，然后可是猎人每天打猎很辛苦，然后不一定每天都会成功打到猎物，然后可能有一天经过村庄，他发现村里农夫有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可是他万一打不到猎物的时候也能有食物，可以怎么做？就是他们可以或许用1头山猪换1袋米，或者是用1包水果换1只兔子之类的，然后就是以物。对Jessie 讲得很棒就是在那个连贝壳都还没有当作钱来使用的时代，叫做以物易物就是用物品用东西来互相交换。我们的老祖先可能是用这个像猎人去打猎他的猎物呢山猪啊、兔子啊，然后去跟这个农夫来交换他们种植的一些稻米啊或农作物但是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有没有什么缺点？你们觉得有没有人要说一下？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要跟那个农夫换，要走很远，然后就会很不方便，然后加上他又要打猎物，要花时间，就会很累。对第一个可能就是不方便例如说每次他打到猎物要跋山涉水的去找到村庄去跟这个农夫来做交换所以这是一个如果没有这个钱的时候呢是很不方便的情况。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缺点？就是可能你今天抓到的山猪比较小只，然后
本来可以换1袋米，然后之后就只能换半袋米，或者是本来可以1头3株换1袋水果，便只能换1把蔬菜，就是每次的价格可能都会不一样，就没办法知道我今天要抓什么才能换到我想要的东西。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价格价格会有一点混乱可能因为每一次抓的猎物啊都不一定，然后呢可以交换的东西呢可能也不稳定那甚至有很多不同的猎人要跟农夫来交换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的这个交换的行情跟方式比例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这是第二个不方便的地方。那再想一想还有吗？就是东西不容易保存，比如说你今天换到一个西瓜，可是就是你吃一半突然吃不下了，吃不完，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冰箱，所以你就只能这样放着，它之后就只能让它腐烂，或者是拿去喂宠喂动物，这样就很浪费很可惜，自己换到的东西却没办法就是整个拥有。对没错这个第3个缺点就是不容易保存保存不易Jessie 这个例子很棒例如说西瓜，现在夏天到了，大家可能都很喜欢吃西瓜，可是啊如果这个西瓜一个人又吃，其实有时候大西瓜真的吃不完，那又没有冰箱，就只能让它烂掉，那这样子呢猎人可能很辛苦的打了一头猎物就换了西瓜，最后他没有办法完全享受所以啊真的是还好我们人类的祖先真的很聪明就发明了钱这个工具从刚刚我们提到的早期的贝壳啊金属啊等等这样的演变。好，那有了钱这个工具之后呢其实就解决了这个3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钱的这个3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就是呢我们提高了这个买东西的方便程度我们就不用再用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猎人不用每一次再辛苦的背着猎物他只要想说他今天要买什么然后带着他的贝壳钱就可以去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定价或者计价的功能也就是呢我们今天买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明确的行情，例如说3个贝壳换1包米10个贝壳换1头牛有了明确的价格的时候，大家在做这个买卖的时候呢也会变得更方便更明确。那第3个很重要的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保存储存价值的一个功能我不用每一次一定要换一个我吃不完的西瓜，或者换很多这个我消化不完的东西我可以呢只要买我需要的刚好的分量，而剩下的钱呢就可以把它存起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储蓄也就是存钱。其实上一集的节目呢我们也有这个网友回应说他的小孩问说为什么要存钱那 Jessie 你觉得呢？为什么要存钱？就是把钱保留到未来可以买东西或是投资，或者是像上一集提到的复利，就是钱滚钱，然后就有更多钱。好，没错其实存钱或储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目的就是我们不一定一次就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完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猎人，他不一定一次把他所有的猎物都要换成西瓜或者那些不能保存的东西，而是呢有了钱之后他就可以把一部分的钱留下来等到以后可能1个礼拜之后他想要再补充食物的时候，他一样可以再去买东西仍然有钱可以买东西。所以存钱这件事情就是让未来我们能够依然还有钱可以去买东西，可以消费。那么另外呢就是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这个复利的概念就是如果你有多的钱的时候，不只是消费，你还可以去做投资说不定有一天这个猎人呢他也想要学着去买这个鸡或买蛋让鸡生蛋，蛋生鸡，能够让他的钱来滚更多的钱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存钱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跟目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把今天的节目呢拆成上下2集来分别播出。那简单呢，在这边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今天谈到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是介绍了钱的一个历史的演变从早期的贝壳，然后呢到了金属的货币金属的钱，然后发展出了纸币，到现代的所谓的信用卡的塑胶货币啊，或者是这种手机的行动支付，甚至于是虚拟货币等等。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谈到了从早期没有钱以物易物的阶段，发展到人类的祖先发明了钱这样的工具之后有什么好处，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解决了以物易物的不方便让这个买卖啊交易啊变得方便许多。那第二个呢，就是钱可以用来计价或者是定价让我们在买卖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更明确的价格那么第3点呢，就是有了钱这个工具之后呢，就有一个储存价值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讲的存钱或储蓄可以把我们的价值呢，把我们的金钱呢留下来，作为未来以后要买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消费，或者呢是投资的用途。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可爱的伊人呢要提供一个猜谜，让大家来猜一猜。猴子最怕什么线呢？猴子最怕毛线。是平行线，因为没有香蕉。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还是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能够踊跃的分享。那如果有任何的想法跟建议呢，都请让我们知道。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及开启小铃铛，还有追踪分享谢谢大家。好，那就祝大家防疫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